因为你要想下潜这么深，必须用钛合金。钛合金的价格是常规这些就是特种钢的价格的5到10倍。海狼级的为什么就造的那么少，就造了3艘啊？就是因为它价格太高了。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美国是帮助这个澳大利亚准备建造核潜艇，或者是出售它的核潜艇。那么在这个消息发出来的同时呢，美国还发出了另一条信息，就是准备建造3合1型的潜艇。什么叫3合1型的潜艇呢？因为美国现在是这个核潜艇最齐全的国家，主要指的是类型首先，战略导弹核潜艇有俄亥俄级的因为造了18艘，14艘担任这个战略核打击任务，多出来的4艘就是担任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你看这个2型核潜艇就有了吧？还有呢，攻击型的核潜艇。攻击型的核潜艇呢有3种型号，一个是海狼级，还有一个呢是洛杉矶级，还有一个呢是弗吉尼亚级那么这个美国不但就是核潜艇的型号多，而且数量也多就是像攻击型的核潜艇有5、60艘之多。那一般的国家可没这么多的攻击型的核潜艇。美国在核潜艇型号多数量多质量先进的情况下呢，还不满足，还要继续的发展。一个呢就是在研制这种哥伦比亚级的这种更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现在呢又发出一个信息，说我们还准备研制一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叫3合1。这个3合1呢，一个是体现了要把海狼级的这个载荷，还有它的这种大潜深性能呢，要放在新型的核潜艇上。第二点呢，要把弗吉尼亚级的电子系统要放在这个核潜艇上。那么第3点呢，就是正在研制的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它是这个反应堆一次装进去之后呢，在整个的服役期间就不用再添加燃料了。实际上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它的这种就是咱们讲全寿命的使用这个核反应堆，那这可是给它节省了大量的维修时间呢。比如说核潜艇如果要加料换堆，那你是要把核潜艇开膛破肚的，它那个上面围壳那么小没法干所以要打开，那这个周期和工本费就非常的高。但是你如果核潜艇整个全寿命，整个在服役的30年这过程中都根本就不用这种维修，或者不用进行开膛破肚了，那你这个维修的经费可以大大的节省所以呢，美国是想出来想把这些就是核潜艇上的优点都加在新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上。但是我们说这个事儿很难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想在2030年就把这种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就交给美国海军。你想想，这么先进的潜艇，这便宜得了吗？便宜不了吧？你这个首先美国的国防经费是多，也不可能都给你海军呢。就给你海军了，你也不可能都造潜艇去吧？你还要造航空母舰吧？还要造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所以你的经费是有限的。那这问题就来了，你又想要数量多又想要这个潜艇这么先进，而且这又是一型新的潜艇。因为我考虑它一定是想什么呢？就是远海近海兼顾。因为你要是考虑远海，那显然这个海狼级的核潜艇是最合适的，下潜的深度深起码450米、600米不成问题而且它的这个前面鱼雷发射管，别人都是533毫米的，它是660毫米整个粗了一圈而且别人是6个鱼雷发射管，它弄8个鱼雷发射管，别人搭载20-30枚导弹，它弄50枚导弹，或者是这个重型的鱼雷。那你把这个艇造的这么大这么先进，因为你要想下潜这么深，必须用钛合金。钛合金的价格是常规这些就是特种钢的价格的5到10倍。海狼级的为什么就造的那么少，就造了3艘就是因为它价格太高了，所以美国海军承受不起了，所以它就停止建造了。那你现在再继续建造这样的核潜艇，你有这么多的钱吗？你要么经费不够，要么数量不足，要么你这个新的技术加太多之后，这个核潜艇它在使用中故障可能多，可能不完善，所以就达不到美国的这种要求。所以我们看呢，
就是现在的设想是很完美，或者是说这个很美好的，但是实行起来困难重重，未必能够实现。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